我出生在一个相对严谨解经的教会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同工无论是讲道，无论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行事为人，或者是带领教会，我们都说要用圣经做最高的标准。当然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圣经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，我们会争执，我们有看法的不同，但我们都自以为是用真理来带领教会，这不是一个错的事情，我想这很好，我们也相当的有果效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带领教会，我们引导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很努力的在决定之前，我们就找到圣经的根据，所谓圣经的根据。我们不是每一次看法都一样，可是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开始一起带领教会。当然，我们教会的吴勇长老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也常常讲给我们听。可是我从小就认为只有吴勇长老可以有神特别的带领，他经历的神迹奇事也都不是我们所明白或所能理智上接受的。我40多岁开始，我突然发现好像神比我想象的还要活泼，他会跟我们互动，他会跟我们讲话，他会带领我们。当然我讲的讲话不是那种有声音的，而是那种意念上的。我突然觉得神好像会跟我互动，因此在过去的10多年来，我慢慢的发现原来经历神是有模式的。有一次我在读圣经，读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，他说从肉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在那一次，当然耶稣的意思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意思，可是我就突然发现原来肉身有肉身的表现，肉身有肉身沟通的模式，比如说我们跟别人说话，比如说我们有动作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有各样的表现，这是肉身的沟通模式。但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是不是灵，圣灵跟我们人的灵或者我们这个人有一定的沟通模式呢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就发现可能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圣灵或者神来互动。在过去的几年，我突然发现每一个人跟神互动的方式都有他自己的模式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可能我是一个思想性的人，所以我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主要的是思想。可能有些人很看重经验，因此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老是讲经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跟别人的互动有模式的。我有一些朋友，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用手摸我，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他觉得这样的 touch 可能对他而言有表达到友善。因此每一个人在肉身上面的表达的模式都有不同。我后来就渐渐发现，我们跟神也是这样，我们跟神的互动有灵跟灵互动的模式。我们会发现有人他在唱诗的时候，他特别容易经历神，他在唱诗的时候很有感动。可是另外有一些人，他透过思考认识神，他甚至在读那种硬邦邦的神学的书的时候，他突然能够对神有很深的感触。有人喜欢反思，当他在思想的时候，当他在自己决定事情，在跟自己互动的时候，他突然能够跟神有来往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说他会做梦，而且他很特别，他几十年来他做梦分2种，一种是黑白的梦，一种是彩色的梦。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也很害怕，我说这样太可怕了吧。但是他说他做黑白梦的时候，从来那些梦都不会实现；做彩色梦的时候，那些梦最后都会变成真的。当然，我有跟他讲要非常小心，可是10多年过去了，他非常的谨慎。
他也不把他彩色的梦说出去。可是这可能是神跟他互动的模式。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，我们也发现是如此。因此，经历神的模式，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我鼓励我们做牧者的，不要太狭窄，不要限制弟兄姐妹，但你却要去找到你自己认识神、经历神的模式。神会用我们习惯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敏锐的去接收，找到合宜和神沟通的模式。